我们需要把这个地方这样打开，然后呢再把它扣下来，这样变成类似于一个裙夹啊，也不叫裙夹的东西啊。真是老万用心测评，欢迎大家在材料铺外盲的魔湾分享实践，我是老王。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玩具呢，是这款 UT 最近新出的这个所谓的精图版的毒刺。其实大家也知道，我们在去年的节目中呢，已经和大家分享过了这个毒刺啊。但是呢，这一次这个精图版，我说实话，个人来说是比较失望，因为它的精图确实并没有说给出人那种眼前一亮的感觉。说实话呀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车型呢，你可以看到好像跟之前的毒刺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对吧？那么它的精图呢，只在人形上呢做出了一些配色上的调整。我觉得这个如果说你已经有了之前的毒刺的话呢，其实没有必要再来入手这款所谓的精图版了，对吧？说实话，我觉得这个精图的特点不怎么突出就是啊。那么车型方面呢，其实我们以前已经看过一遍了，是吧？其实没有，基本上你看不出太大的差别。那么这里我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它的侧面这一块，这个位置卡扣的密合好像不大能摁进去。我呢对这个卡扣稍微的进行了一些这个切削啊，让它能够怼进去了啊。这个我一开始呢，这个卡扣是比较难往里按的，其他的其实跟我们之前版本的毒刺没有太大区别。隐藏性呢，各方面呢，我觉得也还是 OK 的。当然 UT 我比较喜欢是它这个金属轮毂的设计，这个确实质感做的还是不赖的啊。那么车型的武器方面呢，依然还是有给出这个两个这个小的一个导弹配件啊，也发现它电影里的一个设定吧。这个东西呢，其实有是好的，但是你要注意是它的这个桩呢比较细，你在往里插的时候呢，要稍微小心一些啊。推车的话呢，其实问题是不大的啊，毕竟也是有一个铆定轮的设计，而且它这个车胎的部分还给出了一个橡胶啊，这一点还是比较不赖的啊。那行吧，我们因为之前已经看过一遍了，我们不说太多的废话，还是来重复的演示一下它的变形吧。那么首先呢，你可以怎么样呢？把它的这个位置，我们通过这个地方把它往上这样，先让它前后分开一点，然后呢，掰这个位置，这个卡扣，把它往外掰，把它这个车灯的这个位置，我们把它给这样抠出来啊。然后你现在可以把这一块呢，这样先往前翻起来。我们先来看其中一条手臂啊，把这个手呢翻出来之后呢，整个的给它打直啊。然后这一块这个零件，我们给它这样折过来之后呢，然后呢这一块整个的，我们把它这个手臂给这样翻下来。车灯这个位置刚才旋转应该是这样啊，旋转过来之后呢，它跟它手臂侧面的一个卡扣，我们进行到一个咬合。然后呢，小臂的部分，我们需要先把这个位置的卡扣解开，这个零件呢给它收起来。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是可以旋转的一个零件，我们把它给这样往外这样拉，拉的同时呢，把这个零件旋转180度，之后呢再把它摁下去，手臂这个位置的卡扣把它卡上，然后呢这个手臂侧面这一块我们给它这样翻出来啊。OK， 我们再看到这个车体的这个侧边啊，我们现在呢，你可以把它这边的这些卡扣啊都怎么着的，反正给它松开一下，是吧？哎。然后车体侧边这一块呢，车尾这个零件，我们先把它这样抠出来，然后呢，车体侧面可以整个的给它这样往下进行一个翻折，前面的卡扣啊也要打开，然后整个往下翻折啊。之后呢，是它尾部的这个位置，你现在呢可以把这个地方卡扣看到吗？把这里往上抬，然后这个零件呢往里这样收纳，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的变形。然后呢是它中间这个位置，这个就是我们以前老生常谈的这个 UT， 我觉得它变形起来非常难受的一个地方，就是这个次轮。我们先把两个腿呢这样往外分，把它跟次轮这个轴之间的卡扣解开之后呢，就可以把这个次轮呢，我们先给这样翻出来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现在把这个车壳整个的往上抬。你要注意呢，它的两片这个胸甲这个位置是放在它的两个腿甲底下的，所以说呢，你在变形的时候需要刻意的去避让这个位置。同时呢，我们上半身的这个位置呢，你也可以给它先暂时的进行一个弯折的收纳啊。总而言之呢，就是这两个地方跟它的两个腿的这个尖尖的这个腿甲呀，你要把它给让开就是啊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 UT 非常经典的这个人包车式的一个收纳啊，把它整个的上半身的车壳啊，我们都给它进行一个反向的折叠，让它整个的收起来。然后这里比较关键的卡扣是这个位置，这个地方的一个圆形的凸起对上这个地方凹洞，我们通过这个位置把它的腰身呢给进行一个锁定啊。然后呢是这个地方，它头两侧的这个位置我们需要给它折进来。当然你可以先把这个头这样抬起来，把它给避开。当然你们也知道这个头是可以拔下来的啊。OK，折起来之后呢，我们再把头尾放回啊。
之后是它胸甲这个地方，我们先把它这样往上这样翻起来，再整个的压下来啊。那接着是腿部，腿部呢，首先呢把它这样往外打一下，往下旋转90度啊。它跟它的这个裙甲这一块是有一个卡扣的。我们着重先来看一条腿啊。首先呢，把它的整个腿部这个位置先往下翻，然后呢，通过这个地方的这个膝盖关节啊，把它的膝盖这样拉出来。这个红色零件现在呢就可以把它先翻到外面来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个零件给抬起来，然后呢，把它的脚掌整个的往外打，打出来之后呢，把它的脚掌给摊平，之后呢，把它先放成这样一个打开的样子啊。然后这个零件呢，我们先给它放到后面去，然后呢，把这个零件收起来，车窗这个零件呢收到里面来，这个零件摁起来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个整个的这一块旋转180度之后呢，收纳到它的腿部内侧去啊，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一块这个脚后跟零件这样翻出来之后呢，再把它扣到这个车轮外侧啊。然后后面这块零件呢，把它这样旋转180度之后呢，整个的展开贴到小腿后侧，它跟前面是没有卡扣的，它的卡扣在哪呢？在这个地方，在这块腿甲上啊。OK， 把它扣上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呢就需要把它的这个脚掌这一块零件给它归位啊。然后呢是这个地方，我们需要把这个地方这样打开，然后呢再把它扣下来，这样变成类似于一个裙甲啊，也不叫裙甲的东西啊。然后这里我们需要说的是这个零件，它这个腿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类似于液压杆的零件啊，你需要把它这样翻出来，然后贴到它的腹部下侧这个位置啊。但是这里作为一个造型件，它其实是非常影响它整个的一个活动性，所以说我一般呢并不会选择把这个零件翻出来啊。那么最后一步呢，就是我们这个我觉得也是 UT 这个毒刺变形上最难受的东西，就是这个刺轮是吧？它背后的这个装饰性呢，有些人叫它血滴子是吧？但是我觉得也不太准确，所以说我一般称其为刺轮的这么一个东西。你看哈，我一边在变着它的这个上面的小齿啊，就一边在往下掉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变形的时候真是非常地狱的一个体验。所以说我一般情况下呀，我甚至说都不愿意把这个刺轮上面的小齿给它展开啊。那我们就这样吧，反正大家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就行了。这个从这儿掉下来啊，我们把它给安回去啊。反正就是它的上面小齿呢，一个一个都可以这样打开啊，也可以收起来，好吗？那我们这款 UT 的所谓的精图版毒刺，我们就变形完毕了。如果你有之前的它的老版本的那个毒刺的话，可以对比一下，它到底哪里给了你精图呢？实际上我们很直观的就可以发现，它把它身上原本一些黑色的部分换成了这种银灰色的涂装。这个效果呢，我只能说是见仁见智。你可以说可能是为了更加贴近一下它原本的造型之类的吧。不过我说实话，如果说能够在红色的位置你给它上一些金属漆啊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，比如说高光效果的漆面，我觉得会更加的配得上它所谓精图的这么一个说法。只替换了黑色的部分，显然是我觉得吧，没有太大的这种必要性给你单独再重出一个版本，对吧？那武器配件呢，依旧是首先是它原设的一个臂炮啊，另外一个呢是 UT 迪诺的一个手刀啊 ，UT 迪诺的，它这次这个刀跟之前的那个不大一样啊，貌似好像在上面有一些漆面啊。不过呢，还是那话，你这个毒刺为什么要给一个迪诺的刀呢？很迷惑啊。那么它这次给了一个大刀锋的提款头，当然其实之前那个版本也有啊，只不过我之前的那个它是一个样品的阶段，所以说没有给我那个大刀锋的头啊。那么这次也算是补全了一下吧。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头呢和毒刺长得是完全一样的啊。OK， 那么我们最后还是总结一下吧。其实这款毒刺呢，我说实话，确实没有太大的必要。如果说你之前已经买过毒刺的话，真的没有太大的必要再去重复的入手。那么其实可以看得出啊，因为 UT 我觉得今年让大家比较期待的一款产品肯定是它的擎天柱，对吧？但隔了这么长时间，你看不管是 MM02 还是什么都发了好多图片 ，UT 呢也一直没有太大的动静。我想呢，可能在这方面确实有些困难。那么我也是希望我们 UT 不要让咱们朋友们感到失望。OK， 那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视频的话呢，就千万不要忘了一键3连，KO 厂的建设需要你的协助。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了。